增进认知，实现自由。大家好，这里是老管解牛。今天我们讲两个暴富大机会，这两个大机会都与货币政策有重大的关系，尤其是后一个大机会。要知道货币因素促成的暴富大机会，可以肯定的说，未来是一定会重复发生的。今天呢，你坚持听完我的讲解，你就大体弄懂这里面的货币机制了。那下次这样的大机会再来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就有更大的把握可以提前布局了。那第三大机会，汇率超贬下的出口创汇。你知道吗？90年代初，只要你会两句英语，把义乌的这个塑料花搬到美国去卖，利润就能赚到几十倍。那这背后的秘密是什么？它就在于朱镕基总理那次惊天动地的汇率并轨。94年以前中国的外汇汇率实行双轨制。1980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官方汇率是1比1.5，也就是说1美元对1.5人民币。但是80年以后，这个汇率就遇到大问题了。什么问题就是外汇特别短缺。那人民币汇率当时定的太贵了。你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你买欧美的设备、物资、商品它就很便宜。比方说，本来100万美元的设备你按照正常的汇率，如果是1比7的话，那你得拿700万人民币来买，对不对？但是你把汇率定在1比1.5，那你用150万人民币就可以买到这个设备那你说多便宜多省钱对不对？没错但是问题是，你手里没有美元你买欧美的设备，你得用美元你没有美元你怎么买那为啥没有美元就是你人民币定的汇率太贵了，出口特别困难。你拿东西拿到外面卖太贵了，卖不出去那你就赚不来外汇。那当时也就出口点蘑菇之类的这种农产品。中国一共也就才25亿美元的外汇，一部分呢是勉强这种出口换来的，还有一部分呢是海外华侨汇款回来的。那再有呢就是各国的援助，其中援助最大的是日本。日本持续多年给了中国巨大的无息和低息贷款，那规模上是远超苏联、欧洲和美国的当然这一点中国是从来都不会提那所以呢，中国当时的外汇就特别的短缺，每一分美元都被当作珍贵的国家资源，由中央政府牢牢把控。那各个国有企业你需要进口设备，你就要向中央申请额度，批下来给你额度，你就可以去买。那普通企业、普通老百姓哪有可能拿到这些额度可是那些国有企业他都不干正事儿他效率低下。而这个时候呢，你私人的乡镇企业不是已经起来了吗？他们是真的希望买国外的设备。那比方你生产压力锅，那你需要买更好的设备生产更好的压力锅可你没有美元额度，你怎么办呢？那你就只好跑去找那有额度的那些国有企业领导跟他商量，你能不能把你这个额度分我点儿？那你从这个中央银行买你是1比4，那你卖给我1比10买你的。那国有企业领导太开心了那安排个路子，把这个额度按照1比10卖给私人企业。那400万人民币买来100万美元，转手卖给黑市1000万，那赚得海了去了。这不就当时说的这些关岛吗？他们外汇关岛。那这个时候呢，就轮到铁腕总理朱镕基出场了。他组织专家讨论决定改革。第一，取消外汇额度配给，以后不搞计划配额、审批配额了，所有人你想买外汇都到我中央银行来买，不论你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那第二呢，就是买外汇，也就是美元的这个价格统一定价，价格那定在多少合适呢？专家们争吵不休朱镕基最后拍板，别吵了，1比8.7，这比改革前的1比5.8一下子贬值了33%这个跳跃式超贬，这举世罕见那别的国家那都是发生金融危机了才出现这种贬值第三呢，就是大家都来银行买美元，那美元哪里来呢？就要求所有企业出口赚来的外汇都必须卖给中央银行，这就叫强制接收汇。那私人呢不允许持有外汇。那这个汇率改革一下子就把这个外汇关岛给消灭了，
就相当于把这第一个暴富大机会最后一个尾巴也给它切掉了。但是呢，这个改革啊，开启了第二个全民性的暴富大机会，那就是出口创汇。那么当时还同时搞了一个出口政策的调整啊，那就是出口退税。就是说，你这个出口企业本来不是你缴纳13%到17%的增值税吗？那现在啊，你只要出口，这些税全部退还给你。那这两个改革措施合到一块儿就太厉害了。你首先汇率一下子贬了33%啊，那就相当于对外国人来说，中国的商品价格突然就打了个66折呀。那你再退税15%左右，那就相当于在66折基础上再打个85折，那这就太便宜了。那这就大大鼓励了中国的出口啊。而当时呢，中国还有另外几个重要条件。那第一呢，就是劳动力极其便宜，劳动力成本是美国的1/30啊。二呢是土地极其便宜，那当时建厂房就很便宜啊。第三呢，就是各类物资原材料也远比美国便宜。那第四呢，就是中国当时几乎没有环保要求，环保成本是0。那么你想想，再叠加汇率超贬、出口退税，那这个中国的商品卖到欧美、加澳这些国家去，那简直是降维打击啊！那欧美、加澳这些国家，他们的生产怎么可能跟中国比啊？你连同台竞技的机会都没有。那中国的纺织、服装啊、鞋帽、箱包、玩具、纽扣、塑料制品、打火机，以及一些初级的机电产品，比方说收音机、录音机啊、电风扇啊，那这些东西啊，只要你会2句英语，你把它搬到欧美去，你就能卖掉，赚取丰厚的利润。那当时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啊，就掀起了一股巨大的出口创汇的狂潮。那为什么在东南沿海啊？因为那里啊海运特别方便。就在这股热潮蓬勃兴起的时候，2001年又来了一场超级大顺风，就把这个热潮直接送上云霄啊。2001年发生了什么？就是入世，加入 WTO。那欧美各国呀，把中国商品的关税进一步降低，更关键的是取消了进口配额。就是说，以前比方说你衣服从中国只能进口100万件，那现在把这个取消了，无上限。那你想啊，这不是一下子把中国的出口这匹野马的龙头给它卸掉了吗？那中国的出口就一路狂奔啊，出口额从1993年的900亿美元到2005年变成了7600多亿美元，那12年翻了8倍多呀！要知道，这可都是那些搞出口的人每年收到的金钱呀，这可真是巨大的财富啊！那这股出口创汇的巨大浪潮，10几年的时间，造就了东南沿海一大批暴富的这个企业主。那浙江、江苏、福建、广东这几个省啊是最突出的。你看，这次暴富大机会啊，它的持续时间就比较长，而且呢也是面向广大民众，不是说少数特权阶层才能干。很多平民老百姓就只是把中国的拖鞋、袜子给他搬到外国去卖，他就变成了身家过亿的大富豪啊。那回头看这次暴富大机会，哪些人容易得到啊？那当然是身处江浙沿海那些港口城市的那些人啊，他最容易受到这个环境的带动，搭上这个暴富的班车。那你要是生活在河北、河南，你怎么可能赶上这个风口呢？那么更重要的是，这次暴富大机会啊，直接催生了下一个更大的全民性的暴富机会。那我们来看第4个大机会，05到07史诗级股票大牛市。2005到2007年，那中国股市上演了一场空前绝后的超级大牛市，从05年的998点一路涨到2007年的6124点，2年时间翻了6倍还多。那如果说前面的那3次机会都还是相对比较小众的啊，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碰到的，但是这次大机会啊，可是给全国所有的人都提供了几乎无差别的暴富上车机会。而且你注意啊，这类机会未来再次发生的概率是很大的，那可能规模未必像当年那么大，但是这一浪一浪大大小小的这种股市机会啊，总是会重复上演，这就是货币金融的规律。那么老管啊，
就给大家深入分析一下这次股市大牛市是怎么发生的。那听我讲完，我相信再次出现这些条件的时候，你不会再两手空空的看它远去了。小板凳坐好啊，关键的来了。这一次超级大牛市的发生啊，实际上是3大历史条件互相交织促成的。这3大历史条件呢，一是94年汇率改革，汇率超贬；二是对外贸易大开放，特别是加入 WTO。那第三呢，就是对内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这3个条件当中，前2个那都是朱镕基总理留下的宝贵遗产尽管这俩遗产也不是那么尽善尽美存在很多瑕疵，但它毕竟是正向效果远远大于负面效果呀。你单从这个角度看你必须得承认，老朱真是为中国做了关键性的实事的。那第3大条件就是家宝总理留下的宝贵遗产了。从经济角度看这2位总理可以说是当时中国人的幸运星可惜他们现在都远去了，人们经常两行热泪怀念他们你尽管当时觉得还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但是多年之后你才醒悟那已经是天花板了。前面说了，94年汇率超贬和01年入市催生了出口创汇的暴富大机会，对不对？那这个大机会呢，又进一步带来这样的效果，就是货币投放连年猛增。什么意思就是大量的中国私人企业出口换汇换来大量美元他们拿着美元去中央银行换成人民币，因为你得给工人发工资得支付各项开支你得用人民币，对不对？而且政府呢也强制要求你不准把美元拿在手里。那于是呢，人民银行就为了收兑这些美元，大量印发人民币，连年发。那这叫投放基础货币，那当时呢就叫外汇占款。这个规模巨大一下子刺激中国货币供应量急剧攀升。那2003年中国有外汇储备4000亿美元，你知道到2006年底中国外汇储备达到了11000亿美元3年时间增加了7000亿美元，那对应的就是大约有5.5万亿人民币基础货币被投放到经济体中去了。那中国当时总共有多少存款M2 在2003年是22万亿，2006年变成34.5万亿，那增加了12.5万亿。那你看，增加的这12.5万亿当中，有5.5万亿是央行为了收兑外汇凭空印出来的基础货币，那剩下的7万亿哪里来的？是商业银行贷款派生出来的，叫派生货币这就是商业银行凭空创造出来的货币这里好多人可能觉得有点懵甚至有的人觉得不同意，你胡瞎掰，那商业银行怎么能凭空贷款创造货币呢？那我用3分钟解释一下，你基本就懂个大概了。那中央银行通过收兑外汇投放人民币，那这些人民币它以居民和企业的存款方式它就进入了银行嘛，这被称作基础货币。那然后呢，银行它又会去发放贷款那发放贷款就是商业银行在凭空的创造货币，也就是存款，这叫派生存款。很多人说银行发放贷款那是以存款为基础发的，那其实这个理解是错的。真正制约商业银行能发放多少贷款的，不是它的存款规模，而是准备金率。准备金率是什么意思就是商业银行你必须要保有最低标准的现金。为啥呢？因为居民企业在你这儿有存款，他可能要提取现金那他来提取现金的时候，你得有钱付给他那你考虑2种情况。如果这个存款是银行吸收了别人的存款进来的，那银行手里你肯定有对应的现金，对不对？他来提，你又有现金给他。但是如果你银行发放的贷款给他的账户创造了100万派生存款，那这个100万它是没有对应的现金的那他要是来提现，你怎么办你比如说你给张三发了100万贷款，那张三又用这100万贷款从李四那里买了一套房子，那李四现在账上有了100万存款那李四现在跑到银行来提现，你银行不傻眼了吗？你手里没有现金对不对？那银行怎么应对呢？银行就靠吸收别人的已有的存款来应付这个提现需求。
那这才是商业银行吸收存款的真正原因。那中央银行为了保证商业银行有足够的现金在手里能够应付提现，那他就提了准备金率的要求，意思是说你商业银行必须把现金缴存到中央银行手里，而且比例不能低于多少。那刚接触这一点的人可能觉得听起来有点绕哈，你现在只需要知道一点，央行要求商业银行准备金率必须是比如说10%的话，那就意味着你商业银行要发放贷款凭空创造存款，那你最多不能超过你这个准备金的10倍。那这个准备金率实际上就是限制了银行发放贷款凭空创造货币的能力。没有这个限制的话，理论上商业银行可以无限制发放贷款呀。那2003到2006这几年的中国是什么情况？每年2000多亿美元跑到中央银行兑换成人民币啊，人民银行就只能印钞兑换呀，大约1.5到2万亿人民币每年进入经济体。那银行手里是不是一下子现金大增啊？那当然也就是准备金大增嘛，它当然就可以去大量发放贷款了。于是呢，银行就在这个新增基础货币的基础上又印出来了7万亿存款货币。那货币发行过多会有什么后果啊？大家记住啊，如果货币流通速度不变的话，那就是2个结果，要么是通货膨胀，要么是资产泡沫，那再要么就是两者都有。那中国当时呢，就是同时出现了这2个。那一方面物价开始飞涨啊，那同时呢各种资产价格也开始飞涨。其实一开始涨的呀并不是股市，一开始涨得最凶的是什么？你猜猜？普洱茶。没想到吧，普洱茶从2003年到06年，你知道涨了多少倍？40-50倍，那远比股市涨得厉害多了。那当然还有房地产啊、黄金啊等等啊都在飞涨。但是股市为什么没有立即上涨呢？是因为股市一开始它受到国有股权制度的制约。那当时上市的国有企业，它有70%的比例是国有股啊，只有不到30%的比例是社会上股民拿的流通股。那这就叫国有股一股独大呀。那为什么一股独大呀？当时股票市场刚推出来的时候啊，国有企业要上市，这把党内的保守派气坏了，大骂改革派。我们这些老革命流血牺牲打下来的江山啊，你们现在这帮孙子竟然要拿去卖给老百姓，一个个摩拳擦掌，那恨不得要把搞股票市场的人给抓起来。那当时资本市场之父刘鸿儒啊，没办法呀，他只好跟他们承诺，国有股不卖，那重新募集一些新的社会资本参与进来。那有一年春节刚过啊，这帮老革命保守派就把证监会人民银行的人啊，其中就有刘鸿儒老先生给拎过去开会质问，声色俱厉呀。那改革派再三解释，再三妥协，最后总算达成一致。那结果就是国有企业可以发售新股来筹集资金，但是国有股绝对不能卖。那这一股独大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你这国有企业管理层根本不受社会约束因为社会上股东他是小股东人家国有股是大股东所有的经营决策你说了不算，你们股民唯一的作用就是国有企业要增资配股的时候你们出钱，但是你想让国有企业分红没门儿，想参与管理没门儿。而且呢，当时证监会的这个头周道炯，他公然就提出来说，股市要为国有企业脱贫解困服务。那啥意思呀？股市就是说国有企业提款机给亏损的国有企业输血那几个国有企业排队上市，看谁最困难，最困难的先上。那你说你上市的能是些好企业吗？当时湖北武汉一家国有企业上市成功了，开庆祝酒会那董事长喝高了，他公开发言说，这是谁发明的股票市场我真是要好好的感谢他，从今往后借钱再也不用还了。你看当时这个国有企业来股票市场上市，那基本上就是来白嫖老百姓的。那后来呢，就接二连三爆出来各种上市公司造假案最著名的穷明园银广夏、蓝田，那无数股民是血本无归那大家对这个市场也是失望透顶那01年这个互联网股市泡沫破灭，所有人都灰心失望
不愿意再被白嫖了，不买股票了。结果股市呢就一路跌到05年6月的998点，再跌下去，这股市要关门了。那当时就有人喊出来说要推倒重来呀。那这个时候呢，股市就开启了股权分置改革。那怎么改呢？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让国有股得让利，得给老百姓，也就是流通股给他一些补偿。但是你要这么做，那就一定会被扣上贱卖国有资产的大帽子呀，所以谁也不敢提。那好在呀，那帮老革命啊，现在也都在自然规律的作用下啊，也都慢慢的不见了。那最后呢，这事情是谁干的？那就要感谢家宝总理了。那家宝啊，最后给证监会的方案拍了板，直接向股民送股送钱，换来大家的接受，让国有股流通实现同股同权。那这个方案就得到了广大股民的热烈欢迎啊，股权分置改革就成功了。所以啊，真是要感谢家宝。那股权分置改革搞完了，那压抑股票市场的这个制度性缺陷它就没了，大家也就敢买股票了呀。那社会资金就开始蜂拥的流入股票市场。那刚才说了，货币供应这几年是激增啊，那它这个推升资产价格的威力这时候就显出来了。那于是呢，股市就从05年6月的998点一路涨到2007年10月6124点。那这个过程啊，几千万股民是一夜暴富啊。我当时还在读研究生啊，看到这个出租车师傅那都没心思开出租车，人人都是股神每个人随便选一只股票它都在涨，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真是有投资天赋啊。那时候股民还流行了一句话，死了都不卖，因为如果你恐高卖掉了，你马上就发现踏空股票又继续暴涨，涨到你怀疑人生。那这样暴涨2年啊，很多人就坚信坚决不能卖，每次下跌都是倒车接人，都是买入的宝贵机会。于是更多人涌入全民都在这场股市盛宴当中狂欢。但是呢，阴云其实在2006年就开始出现了。当时国内国际发生了2件大事。第一就是国内的货币政策开始转向大量的货币供应它催生这个通胀起来了呀。人民银行意识到这事儿没有办法持续了，你继续下去要出现恶性通胀啊。于是呢，人民银行就手忙脚乱干了几件大事儿。第一呢，就是05年7月开始实施人民币缓慢升值。为啥升值啊？要抑制出口啊。但是你又不敢一下子把汇率升值太多，你怕冲击太厉害，你只能慢慢升。同时呢，开始大规模取消出口退税。可是这2招见效比较慢呀。那出口一时半会儿还是很猛啊，每年还是2-3千亿外汇涌入啊。于是呢，人民银行又对内实施一系列冲销干预，还有紧缩银根。它怎么弄呢？第一，加息。07年连续加息6次啊。你加息的作用就是给银行的贷款踩刹车呀，你降低贷款需求嘛，那不就是削弱商业银行贷款印钱的能力吗？第二呢，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就是商业银行，你不是收到居民从央行那里兑换美元拿到的现金吗？现在央行要求你必须把这个现金大比率的交回中央银行，那这样你不就把投放出去的基础货币又收回来了吗？那07年呢，又连续加了10次存款准备金率。那第三呢，就是向商业银行发债券，那就是央行票据，把这些发出去的基础货币给它收回来。那尽管中央银行是火力全开，试图收住降服这只出笼的货币老虎，但是这个 M2 的增速依然在猛烈的外汇冲击下持续保持很高。那结果呢，股市的热情也是不减，一路往上冲。那你现在回头看当时人民币升值还是下手太软了，应该力度再大点，压制出口增长。那就在中央银行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束手无策的时候，国际上忽然发生了一件大事儿，把中国从这个资产泡沫、通货膨胀的危机当中拯救了出来。那就是美国发生了次贷危机。美国这次次贷危机实际上与中国加入 WTO 有巨大关系。那中国不是收兑了很多美元在手里吗？那这些美元干啥去了？去买美国国债。那美国就出现了跟中国略微不同的局面一方面
中国大量的这个廉价商品涌入美国呀，它拉低了物价，通胀它就起不来。那这就让美国的这个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他就没有理由去加息，货币呢一直维持很宽松，利率很低。那结果呢，美国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严重的资产泡沫。那最大的泡沫呢是债券市场，为啥？因为中国的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都去买这个美国的国债去了，那债券市场出现了巨大的泡泡，这个泡泡表现出来就是严重的房地产泡沫。你可能觉得，哎，这怎么还债券市场的泡沫变成了房地产泡沫啊？那这个关系啊，很多人不了解，回头我再做视频解释。那06年呢，伯南克当联储主席啊，他看到这个通胀啊终于起来了。他为什么起来呀？也有2个原因，一个是你这个宽松的货币政策时间长了，你迟早物价要上涨的。那第二呢是比较直接的原因，是人民币升值了，还有就是取消出口退税了，那直接美国商品价格就开始上涨了呀。那这个伯南克就开始加息啊，那结果一下子就把美国的房市和债市的大泡沫给刺破了，就发生了次贷危机。所以说呀，好多人老说美国人收割中国，其实那次呀，我个人觉得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收割了美国。那这就引发了股市大跌呀，全球都大跌。而进入2008年呢，这爆发的金融海啸再次把全球股市推向深渊。那这个时候呢，中国这次超级大牛市也在这内外双重打击之下走到了尽头。内部货币政策在严厉紧缩呀，那外部经济恶化，市场大跌，需求大跌呀，双重打击，股市就开始了暴跌之路。从07年的6124跌了1年，跌到08年的10月1664。在这场暴跌当中，绝大多数人的股票资产又跌回了原点啊，他不是死了都不卖吗？那1年前那种陡然富贵的感觉忽然烟消云散，那1年前那种感觉自己指哪儿打哪儿，那自己是投资之神那种神奇的感觉全都幻灭消失。几千万人一夜暴富，然后又一夜回到解放前。少部分人在这场大浪潮当中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而且他保住了，一举实现了阶层跨越。你回头看摆在这场全民面前的，可以说是最接近公平的昙花一现式的这个资本盛宴，为什么绝大部分人没能抓住呢？那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认知问题。绝大部分人他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资产价格波动这些金融规律没有任何认知。那一些胆子大的这个草莽英雄尽管一时获得了短暂的富贵，但是由于他缺乏这些认知，最终也无法保住靠运气获得的财富。那时代给每个人发了一张财富入场券，但只有少数人把它抓住了。那如何增进货币金融的认识关注老管解牛嘛。好，朋友们，今天我们讲完中国10大暴富机会的前4个了，下一集我将会讲另外2个更容易把握的全民性暴富大机会。朋友们，下次再见。